大家好，我是耳科赵医生啊。咱们这视频不是讲这个内镜操作了，是回答一些朋友们的问题。因为现在有这个简易眼内镜的朋友很多啊，大家拍了照片不知道里边是个什么情况啊。所以把这些照片截图啊，整合起来啊，做一些视频方面的回答。这个朋友一看就是平时经常看我的这个讲解啊，因为我在微博和头条上都有这种图文的讲解啊，其中多次提到过这个鼓膜的钙化斑，它是鼓膜的一种特殊的改变，有些是炎症造成的，有些是单独的一种问题，鼓膜的硬化啊。这个跟真菌，在内镜下还是比较好区分的啊。因为真菌的话，很少会是这种非常孤立、清洁的这种白色，真菌往往是这种带菌丝、带毛，而且成片，多数是有的时候比较潮湿啊，是这样，所以这个跟真菌还是很容易区分的。当然，有的时候如果钙化斑比较大，又没有内镜操作，单靠肉眼。也确实出现过，有的医生误诊为真菌啊，还一个劲儿的用抗真菌药的，我遇到过这种类似的病例。所以这个内镜对于鼓膜的这个情况的判断是很重要的，这个是肉眼无法替代的。像这个病例啊，也是双侧的鼓膜上都有这种钙化斑，把其中的一个左耳左侧放大一下，它这个钙化斑面积比较大，占了将近有1/3区域啊，有的地方是比较散。钙化斑本身并不需要特殊的处理，它是一个长期形成的一个状态，不可能通过药物去逆转。像这个病例不只是有钙化斑啊，散在的几片钙化斑，在鼓膜的正下方还有一个陈旧性的穿孔，但是已经愈合了。这个跟新鲜的穿孔是不一样啊，它一看就是很多年以前炎症造成的穿孔，但是自然的愈合。一部分患者可以啊，当然有的人如果长期的这种鼓膜不愈合鼓膜的长期的鼓膜穿孔，需要通过手术的方式来修补。那这张图就是双侧的鼓膜穿孔，上面的这个穿孔小一点，下面的穿孔很大，鼓膜基本上已经都完全没有了。这种在自然愈合的可能性没有，那就需要通过手术的方式来处理啊，把这个鼓膜，这是可以修补的。当然，就是穿孔的难度穿孔越大，这个修补的难度就越大啊。穿孔小就相对好修补一点。上方这个鼓膜外面还有些脓性分泌物啊，还处于一个急性感染期。那下面这个骨室里像是比较干燥啊，处于一个慢性状态。